伙伴们，这个 PC 端你们玩的时候记得要设置一下啊！你要是不设置一下，结果就有可能是这个样子了。看我这个是打了一场热点，因为是排位嘛，对吧？你看我们这边好惨，我感觉不是他们实力的问题啊，是他们打之前没有设置。他要是调一下设置的话，他操作绝对比我好的。然后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进了游戏之后，首先下资源包嘛，下完之后呢，点设置啊。然后它这个最好是腰射开火，因为是鼠标都是通常右键是举劲嘛，然后左键开火嘛，对吧？所以说调成腰射开火。然后基础这边最好是也改成一个按键开劲啊，按键开劲就是说你长按呐、你长按的时候，不然的话你单点右键的话，它就直接举劲了。你按这个你长按的话，它就直接举劲这样更好一点。然后视野啥的，你都按你的手游怎么设置你就怎么设置嘛。然后这个奔跑方式自己看。然后如果说是你打那种身法的话，那你最好就是把这个冲刺灵敏度拉高一点。如果说是你像我一样打爆破那种需要进步啊、空脚步的话，那你就还是拉默认比较好。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啥？比较重要的是左手投掷战术道具啊，这个它还是一样的，跟沿用了那个端游一样的。Q 是那个按 Q 键，它是战术道具，比如说你手上是闪光弹的话，它 Q 就直接就左手投掷直接丢出去了，这个就很方便啊。然后 FOV 倍率，因为手机玩家他那个屏幕本来就挺小嘛，开到 FOV 就有可能看都看不到人了，所以说这个东西不适合手机玩家用。如果说是你现在都已经开始用电脑嘛和平板嘛，平板它屏幕大嘛，电脑屏幕也大，这开 FOV 的话你打得很爽的。然后近战出刀也可以考虑开一下，然后近战的话，其实有 FOV，我觉得近战出刀都无所谓了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其他的都随意，枪摆的话记得降低啊，降低之后枪几乎就无后座了。然后这剩下的就按自己的，反正我是喜欢看这个小地图的，所以我就把小地图拉小了。然后硬化设置这边就直接极致144帧，这真的老好看了。然后我这边反正是全屏的，全屏的。然后至于这个风格随意，而且这个记得也要设置一下啊。特别你打多人的电脑，你要是高配电脑的话，那你就全开都行。但如果说是配置偏低的话，那你最好是把一些什么体积光啊，还有实时阴影啊这个东西关掉，还有辉光也可以关掉。但是我这个电脑咋说呢，专门就为打游戏配的，所以我这个电脑就也不敢全开。我全开了之后，它进去加载就很麻烦，就加载也会有一个4、5秒、5、6秒的时间，就比较耽误时间。所以说我也只敢开这么多。然后其他的，包括你不可能只打多人对战吧，对吧？你有可能还打战场呢，是不是？这战场那个画质啥的都可以开啊，都可以开，老好老好看了，真的里面老好看了。然后记得开之前这个着色器预载一下，预载一下。然后灵敏度这个玩意儿，嗯，建议的是先试用一下那个中级灵敏度，然后如果说你觉得慢了的话，那你再调高之类的，慢慢调，因为你这个东西跟鼠标的 DPI 这个玩意儿大家自己调就行了。然后使命战场这个，如果说你们打的话，你们就可以调这个东西，然后这个时候打就老好看了。像我这，反正这就我打的就挺爽的。那么这个下载的话，如果说不知道在哪儿下载的话，是 WeGame 啊，WeGame，然后去商店，然后直接搜 C 使命召唤就行了，打一个汉字啊，使命召唤手游模拟器，对吧？它直接就出现了，然后点击，然后直接下载就可以了。下载好了还是一样啊。前面是有一个模拟器的，所以说纯手机玩家应该是撞不到模拟器玩家的，但是如果说是模拟器带手机的话，是可以撞到手机玩家的。然后模拟器大多数都会撞到模拟器，所以说这也就是有这个历史战绩我这一把这输的这么惨的，你可能会被压成这个样子嘛，对吧？典型的就是设备没适应好。
到时候玩模拟器的人多了，再玩的就更有意思了。这么高质量的手游，不能因为设备的原因影响它发光发热啊，是吧？有 bug 什么的，积极反馈，游戏肯定会越做越好的。欢迎大家上线自己体验哈。有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赛季已经1个月了啊，跟大家说一下目前遇到厉害对手的临界分啊，把握好分段进度呢，修炼档也能轻松上战神的。这里唯一排除的是高胜率账号啊，后面我们再细讲。Q 区的话大概就是9000分往下走， A 区的话大概是8300分往下走。如果不超过这个分段的话，大家排的话能排到我对局这种强度，往下1000分的区间都是非常好的训练场。对于我来说打的就有一点小无聊，稍微用点常规的防守套路就差不多就能杀穿了。如果说你觉得打得很艰难的话，那只能说是基础还不牢固。我这个位置是很经典的，就是2层的架点位，队友在1层干架，2层拉一个枪线嘛，避免双方互相绕车躲掩体。我这边打残了，然后他补了，这就是很好的配合。自己旁边队友在帮忙看中路，那么他就等带包的下包就完了嘛，避免被打，我们跳进去嘛，然后加你的掉了，然后回头看看在哪。其实这个时候2楼出人就麻烦了，打完立刻翻出去，然后看一下中间，防止2楼打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成了断后卫了。看家里，调整一手状态，然后继续从扶梯趴上去，因为队友要下包，你得去掩护他。这个时候不知道最后一个人位置，我选择去里面，人不想被打屁股，他在2楼，那没事了，确定位置，直接摔炮炸侧边通道，预判他出来，然后我们踩这个台阶准备进包点看包。牛逼牛逼，会转。正常速度他本来就在2楼嘛，去侧边通道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他选择中间，想法挺不错哦。当你发现中路喜欢抄自己家的时候，那么你就可以用一手断后卫，最好是队友集体冲 A 点，然后你自己断后就可以了。入门位置摆个万雷，然后就在这个位置等着。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听动静，有人翻越的声音，2楼有人跑的声音，或者说是打半雷的声音，这些东西你都需要注意的。你如果说不收集这些信息的话，那么你屁股就要被掏了。人受劣势的就不要着急，等对面冲。短剑给他杀了 A 包点贴边一个，马上就要出来了，等着。这种距离步枪打冲锋枪都是吊着锤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半雷好了，为了防止别人翻越，再补一个半雷，继续在这个位置等着，想办法再抓一个人，把人数差给磨平，不然人少打人多，你下包的话，别人群殴都能把你揍死。是狙击手不好惹，不过这个分段的狙击手可以赌一把。远距离的这把枪的散射就有点大了，打残了他应该在车后面，拉近距离想办法打近战。这波运气比较好，这要是死了的话，那1v1就看队友了。躲在一些出其不意的地方先回血。现在变成2打1了，这个时候就准备去拉包就可以了。一般来说，2楼侧边掉包的话，他就在那个侧边楼梯那个位置。这里我就想着我有防爆，我就骗一手，万一包附近有什么陷阱之类的啥的嘛，就在近点架着。他这是干嘛呀？一点点打掉才能翻盘呀，对吧？做人要灵活一点，不要呆板。那么我们接着说一开始说的那个高胜率账号为什么排除在外啊？这个游戏它是有隐藏分的，如果说你一路连胜上去，你在8100分左右的样子都可以撞到传奇车队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账号就没有什么可参考的意义了。虽然说都是8000多分，但是整体的平均实力都是在传奇左右。比如说传奇是需要10000分到传奇的，然后你8100分，你要打1900分的传奇局。如果说是普通账号的话，比如说他已经9000分了，但他匹到的队友也没有什么传奇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那他只需要打1000分就可以上传奇了呀。所以说这个难易程度也是不一样的。这对手连脚丫子也不控，直接就听到他从下面就上来了，就等着他就完了。因为他下的是他们家2楼1楼的包，所以说肯定要把对面2楼抢下来呀。这样哪一方面的包你就在哪一边守就好了。被打残了不着急，扔个摔炮，没中就保持进步，从侧边听他声音，他跑过来了，直接翻过去，他人不见了，看一眼包，包没事，那就等着。还有9秒，拖时间，不要让他拆包就可以了。拆包啊，2个我都要。遇到情况不要慌，冷静处理。一波变戏法，哎呦，对，哎，这样对局才开心。位置被队友占的话，我们就换一条路。中间这个位置第一时间翻的话，肯定容易跟中间干架，所以说从这边直接上 A 点。脚下还有一个，这个时候就是常规的对枪嘛，对吧？哎呦，再给我秒了。然后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分段大概问题有多大了。牛，这边其实不太明显，后面还有。那么到了防守方这边 ，A 点肯定是重灾区嘛。
我们不一定要打近点，因为近点冲锋很容易掉，所以说我们补个防爆，直接从侧边上去。上去之后就是拉高低枪线，同时还能针对我之前站的那个阳台那个位置。这边就是有点装大了，从中间跳出去。哎呀，我装大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队友的操作。哇，这给人家反杀了！你真的假的？你个 DRH， 打那么远距离打我就那么猛，拿手雷给他把车炸了！你雷干嘛用的？人跑了，门口了 ，A 门口去了。这个比较凸显的问题就是道具这个东西没有运用的习惯。别人贴车第一反应就是想自己这边有什么可以炸车的东西，这就是手上带着什么道具，自己也带着什么道具，自己也不会及时的用，就看到这个时候疯狂明显的，人家就在脚下换子弹呢，脚下，妈人才，我操！你说他戴了耳机了吗？我感觉没有。如果正好落别人面前，用别人就给他宰了。分就是这么送出去的呀。第二回合丢完防爆贴左侧看宝点，看着没什么动静，直接准备转 B 点。A 点没动静，中路没动静，那么人只能在哪儿呢？要么在家里，要么在 B 点嘛。B 点最好控制的还是在高台位置。哎呦我！这就是我比较菜的地方，有时候就容易骂。这个东西多打多练就可以了。这一波只能说是键位控制不熟悉。哦，我的个妈！同时，这个人没有在进步，那么你的脚步声肯定是被别人听到了，听到了就可以提前架你了。没有进步是无处可藏的。A 楼那个不打他吗？你能秒人家在开枪吗？你部署炸弹。哦，叫一直蹲着。道具随手一丢，并不知道有什么效果。一手反骗突然回来，人家在高台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可惜有用的操作并没有多少。那么对面攻 B 点尝到甜头之后，我们中路可以去拦一波嘛？中间封烟，防止对面狙击手准的话给你抽了。有人中路混着我人过来了，回头。遇到外面还有一个准备切枪过去干他的时候，没想前面还有一个切枪切死，把自己切死了。这就是轻敌大意，这白给的自己都是蛮无语的。唉，人在门外呀，我脚步声从铲车往他们家走了，然后这边还在慢慢搜别人。唉，不过注意到他们好像是在看包，这个算是个加分项吧。啊，整体看下来，这个强度也不高，都是最基础的干架嘛。加油！有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